知道吗？台湾的外送市场已经杀到了极限，刀刀见骨。Foodpanda 跟 Uber Eats 的市占差距到只剩下微乎其微的 1.3%， 而且有很多停用外送的人，这里面有超过70%的人都嫌外送费实在是太贵了，不点了。在这个肉搏战里，Grab 凭什么敢豪掷192亿的台币进场？其实答案藏在他们可怕的演算法里。今天2026年的3月23日，台湾的外送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。东南亚超级霸主 Grab 宣告斥资6亿美元，也就是大约新台币192亿元的现金，直接把台湾的 Foodpanda 给买了。到底为什么 Grab 要买 Foodpanda？ 为什么现在来买 Grab 又是谁？狼客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品牌狼，欢迎来到品牌狼欧北共。2024年 Uber Eats 开出高达9.5亿美元的天价，想要一口吞下台湾 Foodpanda， 结果被公平会无情的打脸，啪啪，还赔了82亿分手费。结果才过2年，东南亚霸主 Grab 只花了6亿美元，比当年便宜了3.5亿，就把这只妖娇的粉红大熊猫大摇大摆的娶回家。为什么公平会这一次可以放险啊？因为 Grab 之前在台湾没有业务，这个在法律上就是多角化结合。我们台湾乡民哪有这么好骗？大家立刻发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巧合。早在2018年 Uber 推出东南亚时，就把业务卖给了 Grab， 换取他们 27.5% 的股权。这么多你看懂了吗？顶级的战略思维，这个就不是正面战场杀个头破血流，而是利用资本股权的合法性。这根本就是 Uber 绕了一大圈，换个绿色的招牌回来买。这招木马屠城计，你给几分？留言跟品牌狼欧北共一下。Uber 木马屠城计只是八卦，真正让 Grab 砸下192亿现金买下台湾 Foodpanda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来告诉你。Grab 这个算盘打得可精了。第一，为了钱，台湾熊猫根本是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。2025创造了18亿美元的交易额，而且早就获利了。Grab 买下它，预估到2028年都能多赚6000万美元，直接财务大进步。第二，环境太像了，台湾人爱用手机点餐，加上高密度的城市和满街跑的机车，跟东南亚简直就是双胞胎。但是台湾的客单价更高，完全在 Grab 物流舒适圈里。第三，出海练功。这是 Grab 第一次跨出东南亚，他们不只是要送便当叫车，还打算把数位的金融支付跟 Web3 的超级生态系引进台湾，把台湾当作扩张版图的第一个试验场。你觉得这支东南亚巨兽会改变你的生活吗？留言跟品牌狼欧北共一下。砸下192亿买台湾 Foodpanda 的 Grab 到底是何方神圣？ Grab 是东南亚领先超级应用程式的霸主，它主要服务有3个。第一个是叫车，第二个是外送，第三个是数位金融。这3大项目是它最主要的营运核心。它总部是在新加坡，服务遍及东南亚8个国家，包含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泰国、越南、菲律宾、缅甸跟柬埔寨，总共超过800个城市。公司的市值超过150亿美元。它背后的创办人陈炳耀其实是马来西亚汽车经销帝国的富3代。他原本的人生轨迹里是要接下家族企业高阶主管的位置。结果在哈佛念书的时候，女同学一句：“你女朋友在马来西亚因为搭计程车不舒服，你为什么不去做一点什么？”戳中他的创业魂。我们一般人只会跟女同学抬杠而已。他放弃了接班，跟爸爸要了钱，结果被爸爸酸结果最后他只能找妈妈拿了启动资金。可以想象，爸爸以传统商业思维，其实很难跟儿子这种比较创新的思维产生共鸣。就这样，陈品耀从豪门的继承人变成街头的创业家。拿到钱后，陈品耀知道，在基础建设落后、交通混乱的亚洲新兴市场，要把高大上的科技理念实实在在的落地，才可以有机会存活在创业初期。他为了推广这个没有人认识的 App， 这个豪门少爷跑到吉隆坡的街头，拿着椰浆饭，隔着街大喊推销。就是这段街头战斗的经历，让 Grab 有了超强的在地的韧性。他后来就成功击败国际的 Uber 这个巨头。那你觉得这种吃过苦的老板来台湾外送员的日子会变好吗？留言跟品牌狼欧北共一下。台湾的外送市场其实已经杀到了极限，在这片的红海，最关键的竞争数据在于，原本处于领先地位的 Foodpanda 跟紧追在后的 Uber Eats， 两者的市占率，也就是用户常用的比重，它的差距其实正以惊人的速度急剧的缩小。在2023年，两者的差距其实已经到 16%。到了2024年的时候，这个差距缩小到 7.5%。到了2025年的时候，这个差距更被缩小到仅剩下微乎其微的 1.3%。市场几乎已经呈现势均力敌的肉搏状态了。所以台湾的外送市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内卷的状态。
根据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发布的2025年外送大调查报告，台湾外送市场的渗透率成长早就已经停滞了，而且有很多停用外送的人，这里面有超过70%的人都嫌外送费实在是太贵了，不点了。在这个肉搏战里，Grab 凭什么敢豪掷192亿的台币进场？其实答案藏在他们可怕的演算法里。你以为外送平台只是帮你点餐吗？ Grab 的核心是一套叫做 Grab Maps 的 AI 系统。台湾跟东南亚非常的像，充满错综复杂的巷弄跟满街的机车。传统用汽车视角做的 Google Map 地图，常让外送员在巷弄里迷路。所以为这一点 ，Grab 在几百万台的机车跟外送员的背包装上了 AI 摄影机，还找来了 OpenAI 用最先进的 GPT-4o 这个模型做视觉的微调，辨识车道啊，标志准确度，这已经高达了80%。这套经过东南亚8个国家、500多个城市、数以万计的复杂路线训练出来的 AI 地图演算法，就是 Grab 适应台湾市场的最大武器。当这套系统落地台湾，它将精准的解决台湾外送员长久以来的痛点，可以更精准的预测商家的真实备餐时间，规划最好的机车的专属路线，避开容易塞车的干道。这正是 Grab 执行长陈敏耀在并购声明中充满自信的宣告，他会导入 Grab Max 与 AI 产品模组来重组台湾的外送体验。所以谁的 AI 能精准的预测下一秒的路口跟红绿灯，谁就能绝对统治这座城市的胃。最后我想聊聊这笔192亿元交易背后那颗正在倒数计时的人性未爆弹。Grab 的老板陈敏耀曾在新冠肺炎的时候，为了解决外送的事业困境，亲自跑到当地充满油烟跟闷热的传统熟食中心。他去那边打工，亲手洗过发臭的活螃蟹，洗了4个小时，体验过底层的辛苦。但是这种对底层劳动者的体恤经历，可以完全平息劳资之间结构对立的潜在冲突吗？特别是当这套 Super App 真正降临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没忘记，被收购的台湾 Foodpanda 其实有着一段难以忘记跟充满抗争的黑历史。Foodpanda 曾经多次因为片面修改薪资计算公式，引起台湾外送员串联全台大罢工。其中最著名的争议事件发生在数年前，平台竟然将外送员每单的基础运费从原本的新台币70块调降到60块，然后变成55块。当年 COVID 期间，这群穿梭在车阵中被我们捧为送餐英雄的外送员，在演算法督促送单跟企业追求获利的成本管控，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沦为随时可以被压缩的成本之一，也是缺乏劳工保障的数位的农奴。就在2026年的下半年，台湾的外送专法就要上路了。这段充满血泪的劳资历史，绝对是 Grab 风光接手台湾市场后必须直面的第一颗人性未爆弹。我想科技的伟大应该不仅仅在数据演算上取得突破，而是同时为人们带来新的幸福感。所以我真心希望，当那声熟悉的派单音效再次响起时，给台湾这座岛上奔波的外送员们带来的不会是无力感，而是获得更多的尊重。那么你觉得 Grab 接手后，台湾的外送员处境会变好呢，还是会被演算法炸得更干呢？这场绿色巨兽的并购案到底会不会影响你每天叫外送的荷包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跟品牌狼欧北共一下哦。喜欢今天的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分享给昨天叫外送的朋友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